不是谁给你的权利换房钱的？我这不是也为了咱们好吗？这毕竟咱们中间隔着一个“共”字儿。你说呢？曾队长还真是深思熟虑啊。不过我警告你，这2个人有没有用另说。要是在我们手里出了事儿，那就说不清楚了。明白，道理我都懂。你忙着。大乔抓到了，是，今天刚刚押回重庆。一定要从他嘴里问出毒气弹和生化武器的下落。明白。秋水姐，我找到陈书记和李满秋同志了。陈书记还活着？嗯。当时吴队长的人一直找不到他们，等我找到人的时候，也没办法联系上吴队长。陈书记伤势严重，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把人先带回来。现在陈书记和李满秋同志以治疗的名义被软禁在陆军医院的206病房，曾继武带着几个外围的特务在看守着。曾继武看守，会不会有危险？暂时不会有危险，但这也只是缓兵之计，所以我急着回来找你商量，怎么能想办法尽快把人救出来。知道人在哪里就好办。现在2党即将和谈，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公开提出具体的名单和地址，他们必须放人。尽快吧，秋水姐，我担心夜长梦多。老林，去趟审计米店，让掌柜的马上来一趟。哎，母亲，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一切等上级的指示。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也成熟了。这次你能救出陈书记，我想，你的心结也该放下了。能把人救出来就好。欧桑，你的情谊我知道了，我会像对待落英计划一样，把你的秘密埋在肚子里。你还知道我的秘密呢？楼明远、叶先民，你跟这2个共党的交情，够我给他们讲3天3夜的了。对了，还有，你逃出810，共产党帮了你不少的忙吧？这些呀，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军统行动处的科长。你说的这些问题啊，我已经被来来回回调查了很多遍了。现在反倒我担心你被抓到这儿来了，对你的审讯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日子不好过喽。我知道。可是你们想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哎呀，那你自己安排的奸细是谁？你知道吗？苗秘书。什么意思？啊，欧科长交代了，任何人不能进去。我都是让中间人直接和麋鹿对接，现在中间人死了，我还没来得及查清楚，就被你们带到这里来了。欧科长，这酒都喝上了，看来你俩的交情不错呀。我们军统现在是怎么了？啊，王三，秘密羁押室是谁都能随便进的吗？这位站长身边的秘书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魏站长说了，
从现在开始，大乔长官，非常抱歉在这里见面，我就长话短说了。因为您现在被羁押，所以洛英计划暂时中断了。上面急需要知道蓝山的真实身份。田中浩二是怎么回事？被我杀了。那你还能活着来问我蓝山是谁？蓝山现在是静默的状态，上面要重启。所以你得告诉我蓝山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如果我告诉你蓝山的真实身份，那我会死得更快。蓝山是我的作品，洛英计划也是我的作品，谁也抢不走。我实话跟您说了吧，大乔。这长官，明白。你不过是我一个棋子，杀死安藤是我让田中给你下达的传令，你就敢直呼其名？我只是想提醒你，落到魏清明的手里，你不可能活着出去。即便是我死了，洛英计划也一定会实现。哦，对了，上面重新给你安排的上线是谁啊？千惠和子。那我恭喜你呀！如果是他，那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了。王处长，这大晚上的，你着急带我去个地方，就是这儿啊？是。王处长，你呀，别卖关子了，说吧，什么事？绑架和软禁，都是有损我们两党之间的和谈原则和精神吧？当然。前几天在贵州，我们游击队从大乔河野手里救出一批人来，我们将贵党的人当场交还给你们，而你们将我党的2名同志软禁关押在这里啊！这是名单和照片，一位叫叶宣民，一位叫李满秋。张厅长，昨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还口口声声地说你们的委员长是陈瑶主席来重庆面谈的，这就是你们委员长的诚意吗？王处长，你放心，这事儿我管了。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我一定让他们放人。请。您是谁的人？说话。报告长，军友重庆站。让开，让开，让开！太正了，你不让张厅长，您怎么来了？魏站长，这么晚了，你这是？哦，我们行动处在贵州把关押在810的兄弟们给救出来了，我过来看看。正好，延安来的王处长。哎呦，那真是正好，我们在810还救了2个共产党。哎，你们要不要见见啊？开门，请。王处长，看看是不是你的人？
不是。你们是不是把人给调包了？这位同志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是。你们是被从什么地方救过来的？在贵州大桥藏身处。我说的没错吧？现在是国共和谈的关键时期，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们现在跟共产党是朋友啊，所以我特意把二位安排到双人间，派最好的军医还有药品给他们治疗。这位同志，你看你是今天把他们两位接走，还是继续留在我们这治疗啊？王处长，你看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或者你们的情报有错误？张队长，的确是个误会。王处长，张厅长辛苦啊！这已经关机密室了。王处长，王处长，听我解释。王处长，你听我解。我是不可能无缘无故跑这儿来问你要人的。我们把从大乔贺爷手上营救出来的你们的人全部交还给你们了，而我们呢，仅仅2名同志啊！你们却在这唱双簧。王处长，你的心情我理解，我的态度你也清楚嘛。但是，你让我去到春云站要人，总得有证据吧？只要你把关押押的地点、名单交给我，我立马带你去找魏清明要人，我保证。张厅长，我是带着和平的诚意来到重庆的，但是刚才的所见所闻，就是在和谈的氛围下明抢啊！我很难想象，我们和你们国民党能成功和谈，在未来共同合作，成立新中国。你觉得你们国民党还值得我们信任吗？哎，王处长，王。李科长，这么晚还工作呢？最近怎么又瘦了？忙的，几天没吃饭。小苗怎么忽然想着造访我的防空洞了？这前几天欧夏安不是来过吗？提了点意见，魏站长又看不懂图纸，就让我带工程专家来实地考察一下。好啊，邵院长，带他们随便转转。是，这边请。李科长，我记得你这129防空洞是防大乔的毒气弹的，是吧？是啊。那如果大乔被抓了，你这129防空洞就没什么价值了，是吗？小苗这是话里有话呀。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以我们现在的进度，大乔总有被抓的那天。趁现在大乔还没被抓，有人关注你这防空洞，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毕竟你这建防空洞还得靠魏站长赔钱。我没别的意思，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继续忙吧。陈书记和满秋同志不见了。审计米店的人告诉我说，王处长亲自去接应的，但是被魏清明调包了。一定是文一山汇报给魏清明的。都怪我，我就不应该出来，我就应该第一时间想办法把人救出来。
现在这个局面，谁也想不到。他们既然能做出调包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利用陈书记做诱饵，引人入局？我觉得他们这么做还是对和谈有所顾忌的，所以就算把人藏起来，也不敢怎么样。陈书记他们暂时应该是安全的。就差那么一点儿，就能把陈书记救出来了。莫青，你先别着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可能现在还不知道陈书记的下落。这样，你先回去吧，我尽快想办法解决。好。你把叶新民带回来了？晚上刚被带回来，就被魏清明调了包。共党代表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负责和谈的张厅长丢了好大的面子。现在人是我带回来的，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医院恐怕我也不方便再去了。我明白，你想让我去帮你查叶新民的下落。我不想因为我带回来的人，影响了和谈。回头我让我哥联系一下张厅长，安排一下见个面，至少让他知道调包的事儿与我无关。现在这会儿，不管你找谁，你记住一点，别太明显。整个防空洞都在上面了吧？您放心，上面是经过我们实地测量的。谢谢苗科长。知道该怎么做吧？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下车吧。好。沈主任，这棋还用着想啊？做好了啊！哈哈哈哈！这棋确实有点臭。魏站长，哎呦，沈主任，您怎么来了？啊，下棋呢，那我陪你下。来，啊，走走走走，我不是您，哎，走走走。哦，哎，该谁走了？大乔和也关在哪儿啊？您来的正好，我正要向您和老板汇报呢。文副站长啊，已经把大乔和也抓住了，刚刚运回到站里。哟，这步棋下得好啊！哎呦，魏清明，小聪明用错地方了。你以为背着老板派人去贵州搞出这么大动静来，能瞒得住吗？我没想瞒，根本就没有想瞒，我就怕那个曾继武的情报有误，就想着把人抓住了再上报老板的，从来没有想过瞒啊。这是要上报老板的。是啊，我在重庆站找了一圈，没找到大乔关在哪儿，这是想抓起来自己审的。我这都没有想过，没。依我看，你们重庆站是想当军统的家呀？哎呦，沈主任言重了，你就给我10000个胆子，我也不敢这么想啊！哎呀，我啊，这您说的呀，这个重庆站里有内鬼，所以大乔和也我不敢搁到站里啊。这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向您和老板交代呀？我给你1个小时，把人送到总部去，在楼下等你5分钟，否则你自己去跟老板解释。沈主任，沈主任。站长，您觉得现在对你来说
是大乔重要，还是叶轩明重要？当然大乔重要，问出化学弹在哪儿，咱就是奇功一件。这怎么能上交啊？明白。不好意思啊，沈主任，让您久等了。上车，带我去接人。沈主任，人就在站里。开门。小苗，这人是谁呀？沈主任，您在老板身边这么多年，应该有听说过叶轩明这个人吧？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共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陈科。他在810关那么长的时间，共党一直没有放弃找他。可见啊，他在共党心目中的位置多重要。这不就是你要找的人吗？陈科，你就是陈科。人为道主，我为鱼肉。刚逃离了日本人的魔爪，又进了你们国民党的党窝。好啊。大乔呢？我现在带您去见他。孙秘书，把人带走。您不是要找大乔吗？两个人都要。沈主任，您这样不太好吧？我们整个重庆站为了810的事情前前后后忙了这么长时间，这才刚有点成效啊！这两个人怎么也要给我们留一个，您说呢？把陈科带走。沈主任，辛苦，辛苦，辛苦。小苗，干得不错。小意思，只是要想从大乔口中套出话来，还需要点时间。不着急，慢慢耗。就可惜啊，陈科这么大的功劳，送给沈主任。站长，有一个事情，昨天晚上陈科刚到医院，共党的王处长就来要人了。您说这会是谁透露的消息？我怀疑过秦墨清，可人是他从贵州带来的，那还会有谁啊？曾纪武呢？那不可能，他不可能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那就是医院的人。医院那么多病人，医生护士不好查。我还想这大乔的消息是谁捅给老板？这两个副站长都不生气，请他们俩到我办公室喝茶。是。
老冯，你能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这沈从儒这么快就知道我们把大乔抓住的事儿？我跟你解释，抓大乔的事我也是才知道，我解释什么呀？真不是你搞的密啊！魏清明，你们偷偷摸摸跑到贵州去抓大乔啊，不就是想背着我去请功吗？现在好了，让人截胡了，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啊，没门！我告诉你，老冯，别冲动，别冲动。不是你跟坐，听我说两句，坐。这件事儿啊，跟老冯真的没有关系。老魏，当天啊抓大乔的时候，为了对付共党的游击队，是我跟20军要求的支援。谁知道那20军那团长杨杰利，那是一个见什么都得吃一口的人。抓住大乔这么一块肥肉，那总得跟上面请个功啊。哎呦，老文，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全怪你，我冤枉老冯了。紧接你。不过，你们也别怪我，抓大乔的事儿，我是直接跟老文交代的。这共党的游击队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还有啊，这个叶宣民，2个人刚到医院，共党代表就来要人了。这消息是谁那么快透露出去的？啊？咱们站有内鬼。不过你们放心，在胜利集会之前，我一定把这个叛党叛国的奸细给揪出来。老魏，那我也表个态，如果是我的手下泄的密，我绝不手软。我跟老文态度一样，那我也表个态，咱们3个共事多年，要相互信任。你们帮我盯着，如果发现是我手下的人泄密，我绝不放过他。好。开门。欧科长，抱歉，我们接到命令，这间病房的人都不能擅自出门。谁的命令？是曾继武。曾继武。我在军统什么时候轮到一个队长来给我下命令？欧科长，开门。怎么样？王小安，真的是你，你真的活着，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你怎么样？我跟你比不了，我听说现在有社护科长了。都没有用，能活着出来，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啊？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你呀，现在什么也别想，好好养身体。等身体养好之后，有什么打算，随时跟我说。我就等少峰安排了。但是我这次出院之后，我再也不敢外勤了。太吓人了！你说这仗都打完了，上面应该不会亏待我吧？小安，你有没有什么关系，帮我在那总务室啊、档案室弄个闲差干干？出来还想干闲差呢？行，我帮你留意一下。那就好，那就好。我刚才进来看了一圈。叶宣明和李满秋没跟你们在一起啊？嘘，说我们这里人太多，太挤了，给他俩安排了一个更大、更舒服的地方。他俩可是有福了。看
还小灶了？谁给带走的？总经，我跟你说，这个人就是个墙头草，一肚子坏水，跟你们那个魏站长臭味相投。哦。哎，我有一件事啊，一直想不出来。当时跟我一起逃出810的还有谁啊？你自己逃出来的，你忘记了？在里边当耗子当久了，这脑袋呀，好多事都记不起来了。也是，在810那种鬼地方，遭了那么多的罪，人没疯，都是好事。哎，跟你一块逃出810的，确实是有那么一个人。我想想，你想想是谁？我想想，我怎么一会儿想不起来了？来，小姐姐，没事，这样，来，我出去给你买点烧鸡，买点兔头，啊，再给你买瓶小酒，回来喝一口，慢慢想，好吧？喝一口，那我一定能想出来，一定能想出来，一定能想出来。等着我啊！烧鸡，兔头，小酒。报告，金科长找您。请。张厅长。金科长来了。嗯。你哥最近怎么样啊？我哥挺好的，就是老念叨您说要请您吃饭呢，可惜呀，您太忙了，一直也抽不出时间。哎，国共合作分不开身。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呢。听说昨晚陆军医院有2名共党伤员是你接回来的？对，是我。帮我认一下，是不是这2个人？不是，我都没见过这俩人。你确定？确定，肯定没见过。那这2个呢？好像是，但这俩共党昨天浑身都是伤，我也看不太清楚，但肯定不是这2个。这就对上了，这是他们在关进810之前的档案照片。这个魏经理真是个老狐狸啊！现在被他给骗了。张厅长，其实我来找您呢，也是为了这事儿。我担心这件事情一旦曝光，会影响河南。你说的对，下午我去找魏新民谈谈，把人要回来。那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我知道你在站里工作，怕你为难。不过，一旦魏清明死不认账，我希望你能够站出来，说句实话。这个您放心。那我先走了。你忙。
你不会上这出什么事儿了？医院被清空了。清空了？什么叫清空了？你检查过了吗？所有病房，包括仓库、地下室，我全看了一遍，一个人影都没有。你上午来的时候人都在吗？一切正常啊，我就出去买了个韭菜的功夫，后来就这样了。不是，这怎么可能啊？几十号人，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这么凭空消失了？防空警报。你们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啊？你干什么？你这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读出来。这是什么？读出来。各位医生、护士及病人请注意，现在是防空演习时间，日军将于5分钟后对陆军医院进行轰炸，请各位医生、护士放下手头工作，立即将病人带到门口的军用卡车上。记住了，今天什么都没发生过，知道吗？知道。什么危险的？大家现在立刻上车。上车！把他给我抬上去。小周，我上来，来，上来，上来，回来，放开走，来，过去，快，慢点，快走，快走，走，走，快点，快走，好，好，快，快，快点。快！快走！没去129啊？就剩些收尾的活了，我也不用一直盯着，过2天就能验收了。验收个屁！你忙里忙外的，算是白干了。明摆着吗？建设129防空洞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止大乔的毒气弹吗？现在可好，大乔人被抓了，这防空洞就成了摆设。那不也挺好的吗？
我本来也不希望防空洞能启用。少棠，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你建这个129花费了军统多少人力物力啊？现在可好，人都被抓了，这129就是个笑话。长官，我派兄弟们调查过了，整个重庆军统站没有登记在册的别墅，只有3家。这3家里，哪家是前天开始让弟兄们把守的？还真有一家，滨江路的华江别墅。站长，小明，我只是让你把810的人带出来，你怎么一下带出来这么多人？我是怕走漏了消息。那你可要想好，怎么封住这么多人的嘴。明白。这地方找得不错。这是一个被废弃的小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最重要的是，非常的隐秘。这里还能拿来当做审讯室。您说，要是以后审讯的时候，文艺山和冯玉宁，这儿啊，倒更像个监狱，很适合这俩老东西。啊，待会儿我去亲自审审810那几个人。站长，我怀疑这些人已经被收了。你说，老文跟秦茂清？没错，他们比我们先接触这些人。您觉得他们能不什么？老文倒好啊，可这秦家，这秦茂清他哥，明明是砸了老板的手，捐了架飞机，居委会就给他抹平了，现在照样活得风生水起。如果只靠你的推断，没有真凭实据的话，这秦家咱惹不起啊。所以啊，我一定能帮你拿到证据。这些天我会住在这里了，我一个一个审他们。我就不相信，我审不出来你想要的东西。郭狠，未来可期，计划这成就一定会超过我这战场啊！魏省长，说，李科长去了华江别墅。魏站长，魏站长，李少棠，你到这儿来干什么？魏站长，冯副站长告诉我，大乔和也羁押于此。冯副站长，他有心了。沈主任倒是来要人，我都给揽回去了。我凭什么让你见大乔啊？因为我就是日晷啊，洛英计划就是我护送回重庆。洛英计划还是欧小安默写下来的呢，这些都不是理由。说实话，魏站长，莫非欧小安也是东京帝国大学生化专业出身，是咱们重庆站特级科的负责人？魏站长，整个重庆站，没有人比我更懂生化武器了。当然，我也可以回去，如果您说您更了解洛英计划的话。可万一咱们一无所获，整个重庆被生化弹荼毒，您可就背上了寸功未立的千古罪名了。哎呀，我好害怕呀！啊，李少棠，你少拿这些大话来吓我。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你们翁婿俩怕我问出了洛英计划，你们那个防空洞就白挖了，对吗？
就冯副站长那点能耐，他想后来者居上啊？做梦吧！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俩安上通日的罪，让你们给大乔陪葬。我当然相信魏站长。可是如果我死了，沈主任怎么交代啊？我大乔的口供，你们俩死了也是白死。魏站长英明。哎呀，我现在想给你跟冯副站长一个机会了，就让你见大乔，因为我也好奇，你见了他会说什么。谢谢魏站长。本省职务来见我，你们没有资格审我。好久不见。李桑，大乔先生好记性啊，还能知道我是谁？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呀？真够惨的呀，丧家者。日本这次彻底失败了吧？你也会死的。我死不死，就不劳大乔先生费心了。但你知道，我特别喜欢看你现在的样子，一个真正失败者的样子。哎，大乔先生，等你死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一句话刻在你的墓碑上：大乔合影。差一点赢得那场战争的男人，可惜一上膛烧掉了他的资料库。大乔合眼，你应该清楚，战争已经结束，你们已经输了。我不会输的，你杀了我。杀了你，没那么容易吧？像你这种级别的战犯，一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罪。
李少棠，你今天是来杀人灭口的。原来你真是那个日本人的内鬼啊！魏院长，说我是日本人的内鬼可以啊，你得有证据。我会找到证据的。那我等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再进这个房间。是。哦，侯科长，人呢？什么人？医院的人呢？医院的我不知道啊。我问你人呢？人呢？别，侯科长，我说，叶宪明是被我调包的，那都是魏清明的指示，我不能不听啊。其他人呢？我不知道啊，这其他我不知道啊。其他人伤员，说，不是人呢？我说，我昨晚在医院守了一夜，魏清明一早给我打电话，他说让我回去休息，但是我没想到，我以为他对我很好，后来他还是把我支走了，其他人我都不知道了，真的不知道了。叶先生关哪儿了？我把他关进站里了，可是我听说一大早沈主任把他带走了。自己我告诉你，别逼我把刀插你脑袋里。好，是，好。先是陈书记被秘密转移，现在从810带回重庆的这些人也全都不见了。我怀疑他们是利用防空警报把整栋楼的人被骗走了。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救出陈书记的动机了。国共和谈不是什么秘密，即便是怀疑我，他们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这个你可以放心。这么大动干戈的，会是谁呢？现在重庆站内部斗争严重，一时间还难以分辨到底是谁。不过我最担心的是陈书记。今早有特务告诉我，沈崇武已经把陈书记秘密带走了。王处长上次去医院要人，他们就已经对你起了疑心。我想这次把人都转走也是因为这个，所以考虑到你的安全，陈书记的事情不要再问了，保护好自己。可是陈书记伤得严重，身体还很虚弱，我担心。沈从武能够这个时候把人带离重庆站镇，说明他们想用陈书记作为筹码，所以应该不会对他怎么样。可是组织上的指示是，陈书记固然重要，可你作为野草也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失去陈书记，同时也不能失去你。明白。哎呀，诸位，里面请，里面请，好，随便看啊，随便看。老板娘，这些首饰款式都太老了，有新的吗？当然有了，跟我来。李贤，吴妈。哟，老爷您回来了啊？忙着呢。啊。一会儿啊，我约了少棠过来，你准备一下，做点好吃的给他。好的，老爷。哎。爸。来，坐会儿。哎呀，练琴呢？嗯。李贤啊，少棠最近跟你提过结婚的事吗？哦，没有，最近他都比较忙，我们两个也没怎么见面。爸爸是这样想，你们俩的事也不能再拖了。一会儿他过来不提起的话，你主动点，啊。啊，对，我呢算了几个好日子，都不错。
你拿给他看看，行的话，今天就把这事定下来。爸，您之前不是不同意吗？怎么现在又这么着急了？要是日子都算好了，您就别问我了，直接问少棠就行。哎，这话说的，我这不是为你们好吗？为我们好什么呀？我看您是在为自己的前途好吧？您是不是看着少棠现在在站里越来越好了，您就想借着王俊贤，你怎么说话呢？在你眼里，爸爸是这种人吗？你们俩谈了那么久，之所以没成婚，那是因为暂时的规定，我也没办法。现在抗战胜利了，为你们的事儿，我特意去请示过戴老板，他都同意了。你现在反而这么说，你伤不伤我的心呢？你爸，欧夏安刚回来的时候，少棠被指为日本间谍，您就着急跟他撇清关系，连印好的请帖都让吴妈收回来了。现在他的嫌疑洗清了，又要立功了，您就着急让我跟他结婚是吗？这话女儿怎么说得出口啊？你使我墙头草，摇摆不定，对吧？你忘了当年欧小安是怎么害咱们父女的？谨慎一点有什么不好？我是怕你再受到伤害，我错了吗？您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在少棠最受怀疑、最无助的时候，我没有选择相信他。我现在想明白了，少棠是我的未婚夫，不管发生什么，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应该无条件的支持他。结婚的事儿我没有办法主动提，我要等着少棠跟我开口。金贤，爸，少棠，你什么时候来的？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金贤，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等太久。魏清明曾经把曾纪武请到一个叫华江别墅的地方，我估计大乔这次也被他藏在那儿了。看来组织的分析判断是没错的，我们动用了各条情报线，军政部、军委会都没有关于大乔和野的信息。这个生化资料已经被大乔和野销毁了，魏清明还藏着他，也不处决他，除了要跟他做交易，还想干什么呀？大乔手里还有筹码，那就是毒气弹和生化武器。根据军统的推算，那批毒气弹很有可能已经被运送到了重庆，而且只有大乔知道在哪儿。这个消息要尽快上报给组织。国共虽然和谈在即，但是随时可能开打。如果这批毒气弹落入国民党手里，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威胁。我会尽快查明魏清明和大乔之间的交易的，前提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重庆站里除了魏清明，还要提防李少棠。李少棠，检查防空洞时，欧小安差点就抓住了他的尾巴。看来你现在已经十分信任欧小安了。放心，在没有明确欧小安是我党人员之前，我一定会严守纪律的。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谈一谈，暗示他，日本人已经战败，他没必要为了帮国民党拔李少棠这个钉子，而给自己惹麻烦。秋水姐，是已经知道了欧小安的身份信息了吗？我也是刚刚收到了组织上的一个消息，
我们的游击队在贵州营救出来的赵公乃同志向组织汇报，9548是810里一名杂役的编号。这个人在810里长期帮陈书记传递消息，陈书记非常信任他，也是在陈书记的帮助下，他和欧小安一起出逃。那现在有这个人的身份信息和资料吗？没有，只知道他是个哑巴。哑巴？小艾，文老师说你有急事找我。对，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我在810不止学狱友，现在关在陆军医院嘛。今天我想去看看他们，结果出事了，人全丢了。魏清明疯了，不要命了！老师，我已经研究过了，在重庆这个地界内，如果要同时容纳这么多人，而且长时间不被发现，那地方非常少。我想从行动处调几个人，3天之内把人找出来。不是，你跟莫青去陆军医院的事儿，没人知道吗？有几个人，有曾吉武，还有李军一，还有卢子明，就他们几个。曾纪武是魏清明的人，卢子明、李军一已经被带走了，这件事应该传不出去。老师您放心，我肯定在事情扩大之前把人全部找出来。喂，这时候不能救人，这会儿你把人找到了，他魏清明最多落一个抓共产党用力过猛啊。老师，他抓共党没问题，但是现在波及面太广，抓的人太多了。哎，多了就对了。你说这几十号的人啊，就算是吃猪食，一天得吃多少钱？哎，他魏清明用的可是公款啊，这些人吃1天2天3天5天撑得住，10天半个月怎么办啊？这么多钱从哪儿来啊？老师，以魏站长的做派，钱没了，人也没了，他就灭口了。对呀，灭口就对了，让他杀呀，1天杀10个，杀8个啊，让他杀上几天，这会儿咱把人救出来，弄几个证人，这就是咱们扳倒魏清明最好的机会。到时候我坐回我的郑站长的办公室，我现在的办公室的位置就是你坐，你就是副站长。老师，你现在要为一个站长的位置搭几十号人命进去吗？欧少安，文一山今天落到副站长的位置，拜谁所赐啊？天天看着那个魏清明啊，在我这儿摆脸子，啊，跟我耍威风。告诉你，谁想挡着我夺回这个郑站长的位置，谁就得死。老师，对不起，对不起。小安啊，这个秦墨卿，你是怎么想的？秦墨卿啊，是不是我们2个走得太近，给您惹麻烦了？倒是有些风言风语。不过啊，秦墨卿、冯敬贤，如果让我给我的徒弟选个媳妇儿的话，我是会选秦墨卿。哦，老师，您说是，我根本就没往那儿想。我以为您说什么了？不是，哎，
但是小安啊，这莫青啊，让我对他真是有些顾虑。你说前些日子去贵州抓大乔救这个叶宣民，我当时啊就觉着哪儿有点不对劲儿，但是因为时间紧，想等回来再说。可是你看啊，这前2天共产党又跑到陆军医院去要人去了，这事儿不对劲儿啊。明白，老师，我后面会留一趟，多留点心。小唐啊，让你见笑了。静贤呢，从小就被我惯坏了，加上他在小学教书，难免沾上一些孩子气。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您放心，我了解静贤的心意，也知道您着急的地方啊，那就好。我今天去了一趟华江别墅啊，大乔关在那儿，你见到了吗？见到了。他怎么说？啊不，大乔不会跟你说什么，不然韦清明是不会让你见他的。他确实什么都没说，但他提了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他要见沈主任。见沈从武？他想用洛英计划的完整资料和那批毒气弹的下落，和沈主任谈条件。你怎么看？魏站长肯定是没有办法决定他的生死的，况且他也没有任何和大乔谈判的筹码。韦清明这个人不择手段，万一大乔开了口呢？所以，我们应该尽快通知沈主任。对，趁着韦清明没撬开大乔的嘴，把他抢出来。好啊，韦清明这个老狐狸，这次是骑虎难下。沈主任，你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咱们可说好了，你带走叶宣民，大乔留给我。我是答应了，老板没答应。大乔和野这种级别的战犯，一旦被捕了，肯定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们军头把人留下了，难免会落人口实。老板说了，大乔和野的命谁也保不住。可是什么？这次行动的报告我交给老板了，你立头功。让开！哎，魏站长，小苗，日渐消瘦啊。这黎少棠够阴险的，如果真的被他们发现洛英计划，那我们要问早问出来，哪儿那么容易？大乔先生果然是中国通啊，这首字写的很有柳公权的风骨。只不过这首绝命诗确实太凄楚了。沈主任，能挪一步吗？挡住我的光了。你们出去，让门口的守卫也都撤了。大乔，你应该感到庆幸，
你现在在我们手里，还不是在共产党手里？有区别吗？应该还记得当年你在石膏塔路也抓了我们很多军统的人，你怎么折磨他们的？我都有耳闻。可是我沈某人不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你看，就算我把你请到这儿来，我对你应该算不错吧？那是因为我还有价值，你舍不得我死。中国有句古话：“兄弟气于强，外以其侮。”现在外敌走了，兄弟之间总要分出胜负。跟我扯什么兄不兄弟的？老乔，我要你跟我合作。合作？哼，你想用我的东西去对付共产党？你这话说的，我能感觉到我们接下来的合作一定会特别顺。刘先生，在反共这件事情上，你我之间可以无话不说，明白吗？想让我给你提供毒气弹和我一生的深化研究资料，帮你把毒气弹造出来。当你们有能力造出第一批毒气弹，拿来去对付共产党。真是聪明。那这样吧，你有什么条件，你现在跟我提，好吧？我的条件是送我回东京，能做到吗？那么多人在盯着你呢，到时候你一定还会公审我，去开你的表彰大会，我会像野狗一样被你们处死，扔到乱坟堆里，何不现在杀了我？大人回言，我希望你能明白现在的处境，你没得选，要不你就像条狗样子去死，要不就证明一下你自己对我们还有多大价值。我需要一个担保人，也许他会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为你效过力，也为我效过力的那个年轻人。李少棠，孙秘书，你现在把李少棠带过来。李科长，李科长，沈主任让我单独和他谈，谢谢。先生，あんたの地位に座れ。この前は少し荒ぼくて本当にすいません。いえ、よくやった。少年育った甲斐があった。星野は命令絶対従う軍人だ。感情的なバカじゃないんだよ。千代の女とどうなってる？全て計画通り、もうすぐ結婚します。フォン・ジンシェンは私にとって絶好な援護だ。しかも彼女は感情的には私を信頼して模写は合うわ。しばらく対応できる。奴が180を葬らせた。今まで我慢し続けたのはあんたの身分を隠すためだ。今で見るとオシャンを生かせるのはかなり厄介だ。分かっています。ですが私はあなたを心配してる。シェンツルを殺せたのはやっぱり俺の資料と弾薬のためか。私は考えていました。これは唯一あなたを身を敷き
帝国に戻る道です。俺がそんなに欲張りな人なのか。違うんです。先生が生きて帝国に戻らなければ組織の研究を続けないと帝国は立ち直る機会はない。2ヶ月後の勝利の縁と落ち桜の成功をこの目で見届ける。まだ死んでいかん。軍とは今全て共戦党に対応してる。我々は物を渡せば我々のためにやってるもんでしょうか。バカもん、俺のものだ。誰にも譲らん。しかしどうやってあなたを生きて計画を完成するんですか。心配するもんじゃない。すでに手配してある。お前がなり残したのは心に銘じるんだ。沈主任，今天你给我交一个底，大乔和野是不是就在你们手上？张厅长，您这消息是从哪儿听说的？从哪儿听说？王传呢？人家游击队救出的共产党说，大乔和野是被你们重庆站的魏清明带走的。魏清明，行了，别跟我装了。魏清明带走大乔，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事儿，事前我是真不知道。魏清明把大乔带到了重庆，我才知道的。哎呀，共产党的消息总是比我更灵通一些啊。你就说说吧，怎么处理？沈主任，李科长来了。哎呦，少棠，沈主任，那正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张厅长。张厅长，张厅长，这位是李少棠，老板在重庆站钦点的干将。大乔被关押在华江别墅的时候，就是他提供的消息。沈主任，共党的王处长知道大乔被关押在重庆站，他们想要个说法，你们说说吧。少棠，你说说吧，这事应该怎么办？沈主任，我的意思哪敢在您的面前？就说吧。依我看，像这种级别的战犯，还有什么别的处理办法？时间一到，押赴刑场，公开处决。而且张厅长，您也可以请共党的王处长去现场啊，亲眼见证大乔的死刑。不愧是老板认可的年轻人，有手段。不是张厅长，这事儿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回头你把执行的时间、地点通知我，我去通知那个共党的王处长，也算是给他们交代了啊。走了。张厅长，松一下，张厅长。可以啊，李少棠，都敢帮我拿主意啊。沈主任，共党让大乔死，那我们就让他死。只有大乔被处决，我们才能更好的合作呀。犯人大乔和也，身体一切正常，身份也没有问题。还有2个小时就要行刑了，大乔先生，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一言总还有吧？我的故乡叫广岛三次县。
跟成亲很像。每到这个季节，大雨连下10几天，到处雾气弥漫。只可惜我的故乡被美国人给毁了，能够死在这里，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归宿。那好吧，大乔先生，吃完这顿慈阳饭，准备上路吧。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强烈抗议，以避免大乔和也及其特务狗急跳墙引爆毒气弹为由，擅自将大乔和也处死。